好，诸位寰宇惊奇的观众跟听众，大家好，我是傅和林傅老师，再次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寰宇惊奇。今天的目的延续上一期讲 contact 接触，但这一期的 contact 接触呢，完全是指军方，而且不止军方，而且人、事、时、地、物每一样都有详细的记录，还有配合录影带。如果没有录影带，表示这个录影带是机密。老美的军方，你知道，民间虽然是这个自由法，美国的自由法已经公布了，但是还有很多资料，譬如说是人名啊、地名啊、当事人，通通被抹成黑色的，因此相关的资料还是不得而知。但是就已知的资料，经过交叉比对，今天列出来的1、2、3、4、5、6、8件事情，基本上是具体，而且有事实根据，而且军方的接触，不但军方的接触，这个里面还有人死亡，而且还有 UFO 有武器出来，还有 UFO 被击落。好，我们一样样来看。第一个是1948年曼特尔飞碟事件啊，1948年，这是最早 P51啊，P51也就是这个螺旋桨飞机。首先我们看看这个资料被收集在美国的蓝皮书计划解密里面的第一项。那么这个蓝皮书计划是鲁伯·佩尔特上尉执行啊，由海尼克的科技顾问全力支持跟辅导。那么紧接着蓝皮书计划啊，就是 SIGN 扶植计划跟仇恨计划。那么这个里面标志计划或者是扶植计划呢，这个里面呢主要就是大量的收集资料。那在蓝皮书计划里面呢，有些人说这个蓝皮书计划主要是老美把很多假的资料混在里面，让你搞不清楚真的假的，然后告诉你说都是假的。但是另外，根据海尼克把资料整理出来的结果呢，这个是1947年到1969年整理了很多相关的资料。那海尼克他接受到的任务呢，是我红字确定不明飞行物到底对国家安全构不构成威胁，而且提供科学分析，把相关 UFO 的数据呢全部整理出来。然后这个里面呢，标志计划呢，就是执行了1年，收集了237个个案。这237个个案经过海尼克的博士分析，结果大概有32%可以用天文学的现象来解释。另外35%呢，可以用是气球、火箭或者太空的闪焰，以及一个飞鸟飞过来做解释。那在剩下的33%里面呢，有13%因为证据不足，没有办法提出解释。那么还有这个里面33减掉13就是20%，这个剩下的20%呢，调查人员只有照片或者相关的物证，我讲了 physical 的一些资料，但是呢，仍然无法解释啊。现在这个就是无法解释的一个事件。1948年1月7号，叫做 Thomas 麦特尔上尉，因为追捕 UFO， 我的红字坠毁身亡。这一个美国肯塔基州的航空国民警卫队的飞行员，25岁。在追捕 UFO 啊，因为他的 P51声线有限制，所以他追捕他忘了 P51飞机的性能，没有办法在高空，所以到高空因为失速，所以坠毁啊。那这是个很有经验的飞行员。那么这个里面呢，他飞了2167小时，而且参加2次大战末期的诺曼底的战役啊，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空军。那么这是他的中间是他的穿的飞行装的一个姿态，那么右边是他一男一女啊，然后上面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下面他的儿子在几年前接受访问，把他的爸爸这些跟 UFO 作战啊，看到 UFO 这段事实，他去个人收集资料，然后在电视上铺路。那我本人的资料就是从他的资料来的，应该算是很详尽的资料。然后右下方是他的穿军装的戎装照片。这是2011年的10月，他的侄女
那个刚刚穿西装的就是他的儿子，左边穿红衣服的就是他女儿。虽然到了2011年，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两个接受访问的时候，这访问的记者就是背对着我们，非常的难过，还掉眼泪啊，他的女儿还掉眼泪，所以表示说这一次的事件基本上不但是对美国国家的损失，而且对家庭的损失非常的严重。好，那么这一次的事件啊，1948年1月 ，Goodman 这个陆军啊，一个这个陆军航空兵的基地，在诺克斯堡，肯塔基州，收到巡逻队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任务。他说，空中有一个物体啊，直径大概80到90公尺，向西走啊，圆形的物体。所以呢，这个汤马斯·麦特尔上尉的这个 P-51马上上去追赶。最后一次，他的无线电通话记录，我的红字所写，他发现有一个巨大的金属物体在他前面，然后就坠毁。那后面我写了一段哈，因为 P-51飞机它的引擎在不断的做改变。那最早期的第一批引擎，它的声线非常的小啊。为什么？因为 P-51主要是配合美国的轰炸机护航用，因为它的轰炸机出去，它要保护那个轰炸机不被敌人的这个德国的飞机打到，所以它的护航机，所以它完全配合轰炸机，没有办法啊单独作战啊。它单独作战的时候必须在这声线以下，那这个声线第一次应该小于25000尺，但是它飞的已经接近声线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一直追到上面，看到以后，对不起就没有了。这个当时的 P-51啊 ，F-51D 野马啊，165战斗机中队的3架，这就是同样的连队。注意到它是螺旋桨飞机啊，螺旋桨飞机，所以它不但啊这个音速没有办法突破，再来就是它的声线跟它的气动力的性能，一些转弯的能力啦。虽然 P-51现在还在用，但是你要用它追逐 UFO 啊，那当然可能是有很危险，所以它阵亡啊，它第一个阵亡的。第二个也是 P-51，1948年10月1号，同样都是1948年发生。他这个飞行员是 George Gorman 啊，那这个 George Gorman 基本上来讲呢，这是National Geographic 地理杂志针对这些空军英雄做了一个专辑，他是这个里面的一部分。中间这个是 George Gorman 啊，这个人活着啊，活着，他没有因为这个 UFO 事件而死掉。25岁的前战斗飞行员 Gorman。在这个北塔科塔州的航空国民警卫队担任第2中尉。这个时候呢，1948年的10月1号，他3架 P-51的野马啊，因为看到 UFO， 他就脱离了去追这个 UFO 啊。那1948年10月1号啊，在这个北达科塔州的这个法沟的上空啊，那么飞行员啊参与其中，他的这个飞机啊，在 P-51飞行的时候啦。大概预定在晚上8点30分可以到达法沟这个空军的基地，但是呢，他想这个降落在这个法沟的赫克托机场，所以他想再去晃一下啊。那当时啊万里无云，所以他决定啊，这个大概9点钟的时候，因为他决定，所以脱离了 P-51，飞越了正在做高中足球比赛的一个足球场，非常的亮。哎，他突然发现到这个地方很亮，但是他发现右下方啊有一架小飞机啊，500英尺的地方叫 Pierre Cube， 一个很小的飞机在下面飞行啊。这个时候呢，好，他又看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注意到这个飞机旁边啊的西方有一个物体啊，这个物体他报告说直径大概6到8英寸，透明白色，完全边缘没有绒毛，闪烁的一个灯光，然后呢。他又靠近了，一靠近的时候呢，他这个闪烁的灯光突然不见了，就变成很稳定的一团亮光。这个时候呢，他要追它，所以他把野马调到最大功率，也就是400 mile per hour， 就是每1小时400英里的速度。注意，以这个速度基本上来讲，你是相当快的了。但是呢，这个东西移动的太快，他简直没有办法追到它，所以呢。他将追逐的物体的身份呢，他就右转，他采用另外一个高度，用高度先爬高，然后再往下俯冲的方式。但是呢，以500英尺的高度啊，直奔目标。但是呢，这个飞机呢，这个物体呢，又以500英尺的距离呢，飞过他的飞机啊，靠近。他追他，他突然跑进来，
这个时候他描述它这个是到6到8英寸的一个光球。后来他指出啊，这个物体速度增加的时候啊，它的闪烁啊会停止，而且变亮。注意到把这些资料，您把我们等一下我会放最后一部美国2004年尼米兹号的一段影片，你可以看它跟它的描述非常的类似。但是这一次呢，是我们的科技已经发达到可以利用高科技的感测器抓到它啊。好，再继续看，他追到这个物体的时候呢，这个根本看不到的时候怎么样？发现这个东西啦，突然转弯180度对着它过来。这个时候不但对着它过来，到了它面前，啪，突然垂直上升以后，对不起，这个Goldman呢，他没有办法这么爬，对不对？所以他的 P51就失速。我刚刚讲为什么会失速，这次失速在14000英尺就失速，所以呢，这个物体看到它还在它上面2000英尺，所以Goldman做了2次尝试，他没有办法，没有成功啊。这个 P51我要讲一下，P51在1953年，这张是网络上抓的啊，这个。在我们中华民国竟然还有这个飞机，这个飞机在大陆沦陷的时候呢，有一批也被大陆中共拿走，有一批也在那边做展示啊。它的最高速度我上面用红字440 mph， 但是你不能接近它，不然就失速了。它刚刚前面来讲，它已经用了400，已经很接近它了，所以它没有办法追上它。这个是虽然没追上它，但是这个里面哈，它做了一个垂直爬升。注意到右边这个图是它现况上抓下来的。我的红字是说每小时400英里的速度已经到了，对不起，它没有办法赶上。这个实线是 UFO 的实际的轨迹，这个飞行员Goldman画下来，他一开始往上爬升，然后他的虚线他开始追了以后呢，看到快要接近了，突然这个 UFO 爬高，看，然后对着它俯冲过来，所以他没有办法。当时的时间是9点27分。那右边这张是飞行员下来在做飞行员日志的时候，把它附在上面啊，因为最近解密，所以这个资料才看得到，表示它飞行的过程以及 UFO 的过程，简直 P51是没有办法追逐。因为他做了一个垂直爬升，而爬升他好像知道你 P51的能力，我就爬给你看，就在上面看你，然后掉你面前，你还没有办法。这也是事件，但是所幸这个飞行员没有死亡，他就回到机场，晚上9点27分。好，第3次事件啊，1952年啊，这个就阵仗就大了，北约做了这个海上的演习。这个时间是9月13号开始，历经12天。这个英文叫 Exercise Membranes 啊，或者是叫 Operational Membranes 啊。那这个地方就是在北约欧洲的海上啊。那这个阵仗呢，就是他参加了军队。大家可以看到哈，第一条航空母舰有4艘，第2条战舰有2艘，第3这个驱逐舰有6艘。第4，这个伴随的 escorts 有96艘，最多的伴随舰。那扫雷舰 MCM 扫雷舰啊 ，Mine Counter Measurement 啊，31艘啊，扫雷舰都有31艘，主要针对下面的潜艇以及它的布雷。然后 Submarine 啊，潜水艇都有33艘，鱼雷快艇有7艘啊，然后整个的机帆船跟海军的拖船，你船抛锚了怎么办？有18艘，这么大的一个阵仗啊！当然还有一个 UFO 也在里面，所以这也就是说，有1000架飞机，有200艘船，同时还有一 UFO 也参加其事。时间就是在1952年的秋天9月份啊。这个国际军事联盟，也就是 NATO 啊，在挪威跟丹麦附近的海域进行了为期12天的演习。这个演习被称之为 Membranes 行动，汇集了来自9个国家的海军，其中大部分是以美国跟英国的海军为主。那《纽约时报》在9月27号当天报道，这是自1次大战以来最大最强的舰队在北海做演训。首先，第一次啊，1952年的9月13号，丹麦驱逐舰威廉蒙斯号从13号到20号中间，丹麦空军就有3名军官看到 UFO。
那它记录在9月13号的日志上，丹麦驱逐舰它看到一个不寻常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呈三角形向东南高速移动，发出蓝光。驱逐舰的指挥官估计它的速度超过每小时1448公里。紧接着，这是第二周啊，1952年9月20号，刚刚13号、20号7天以后啊，丹麦空军的3名军官发现有金属外观的闪亮的磁盘在空中啊，但是一下子就消失了。那同时呢，看到我红色的字，美国的罗斯福号上看到了银色的球在天空飞驰。这个时候呢，航空母舰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随行记者，叫威廉斯·利特温啊。他描述了这个 UFO 呢像白色的乒乓球啊。这一段根据美国当时的飞碟组织叫 NICAP， 他抓到了一连串的影片，但是美国海军不让他公布。但是因为现在已经解密啊，我就把它若干的照片放出来。这个是航空母舰在中间巡视的情况，这是3艘大的航空母舰啊。这张照片就是9月13号丹麦看到的，它描绘出来的飞行体右边，注意到它每一个尖端都发出蓝色的光，而且速度超过900英里每小时，将近1500公里每小时左右。这个已经讲过，它空中移动啊，这个在这一次的事件在蓝皮书计划有记录，但是所有资料没有公布。那么下面我就放这个记者，这是解密以后把这个从海军里面抓出来的资料，这个箭头所指的就是他那个白色的乒乓球，用那个记者看到的所以上面写的 Operation Membranes 白色的光点，而且因为它这个照片是连续的，连续它在动，看到没有？这几个的位置都一个是在云里面，第二个在云里面又出来一点，下面这张已经出云了然后这下面记者用传统的摄影机，他拍 UFO， 别人拍他然后这4张照片，这是解密后的照片。这张就是当时演习到尾声了，海水上有一团叫 Shine Water， 成为一个碟状，在海水上在水上一团光，什么东西不知道那以上的资料在海尼克的蓝皮书计划里面写得很清楚。那最近这个美国的这个有一个电视广播公司叫做 History， 他把这个资料整理在蓝皮书叫 Blue Book 这个 seasonal 的这个就是季节性的电影，像我们的 X-Files 一样，他有一期专门介绍这个北约1952年 Membranes 事件好，再来就是金罗斯事件，这个是1953年，就 Kinross 是一个空军基地这是当时的这个飞行官，这个地点呢叫 Kinross Air Force Base。大家看到我现在这个箭头线的右上方是加拿大，左边是这个美国的五大湖。那当时我念的学校就在 Michigan， 就在这个左下方，然后中间这一块是五大湖，然后它这个点呢发生在苏比列湖附近，苏比列湖1953年苏比列湖它主要是做防空拦截任务当然主要就是拦截 UFO 失踪这个人也是失事了。1953年11月23号，在金罗斯空军基地，美国的防空司令部的雷达在密歇根州的 Marion、Sherlock 附近发现到一个快速行进的物体发光，他为了要追踪，所以呢这个派了这个蒙克拉这个飞行员上去追踪，当时的飞机是 F-89C， 这个 UFO 的速度是每小时500英里，比刚刚的还要快。那奉命追踪，那么追踪的时候呢这里面上去是2个人，一个是这个飞行员叫做 Monarch， 一个就是这个罗伯特威尔森，这是一个雷达操作员，他最重要在这个飞机双座，他要操作雷达。他们在8000英尺的高空呢看到这个物体，锁住8000英尺看到，所以雷达员锁住了。注意
红字哈，注意看，雷达操作员在屏幕上看着这个飞机，然后发生了一个奇妙的事件，在地面上的雷达看到这个 UFO 跟这个飞机信号慢慢接近合并，然后两个同时消失。注意哦，两个同时消失，那这个拦截所有的信号、所有的通讯都不见了啊！那美国空军就紧张了，马上派了这个陆上跟水上，因为在五大湖嘛，结果什么都没发现，不但没有发现到飞机，人也没发现，这两个就凭空的就消失了啊！然后他试图用无线电联络都没有成功啊！这个就是啊，1953年金罗斯 Air Force Base 事件，非常神秘啊！所有东西都不知道，而且看到它消失，而且它消失，雷达也消失 ，UFO 也不见啊！好，再来就是1976年德黑兰的飞碟事件。那么这个事件里面，我们就有影片，虽然这影片是事后的这卡通片，但是可以看到这个也很怪异的啊！啊，大家注意到，它这个是德黑兰，在我右边这个星星的地方。1976年9月19号这段事情哈，是美国伊朗军方公布，不是美国伊朗，是伊朗的军方公布，美国一直没有公布这个事件，啊，到现在都没有公布。这个里面牵涉到武器系统，牵涉到人，牵涉到民航机，牵涉到这个民航机的这个空中管制人员啊，非常的复杂。但是我这个里面我只简单的把一些关键点做一个描述啊，我并没有细述这个事情啊。1976年的9月19号，有2名啊伊朗空军之后期啊，因为我主要讲军方嘛 ，F4奉命追逐一个不明飞行物体，接近的时候仪器跟通讯完全的消失，完全的失灵。紧接着他对不起了，那他就回头了，一回头所有东西又恢复，连接2次啊，连接2次。第二架飞机第一次告诉地面，地面又上去一架 F4幽灵。大家知道 F4的武器系统很强。开火，它的开关火控的这个钮一按下去，所有失灵啊。1976年啊9月19号晚上12点半，伊朗空军的总司令部接到副总司令的司令部接到居民的4个电话，空中有 UFO 像鸟，而且闪光。那么这个时候呢，空军的这个地面塔台给空军一个指示，空军就派了2架飞机啊上去啊，对不起，我那个不是14号，是 F4啊，前往侦察啊，然后看的在70海里的地方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注意这个是 F4啊，不是 F14。然后它的红字当飞机飞到距离不明物体20海里啊，70海里哦，看得很清楚。20海里的时候，对不起，飞机发动机熄火，对不起，一发现熄火，它马上掉头，一掉头呢，一切又恢复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发现不对了，他说可能是我飞机有问题，就派第2架 F4也上去了。第2架 F4上去，升空到150公里的海域呢，又看到了这个飞行员呢，发现了这个 UFO， 这个我有影片哈 ，UFO 在垂直的变化当中会产生3种颜色：蓝色、绿色、红色的闪光啊，红色的闪光。那这个闪光的情况之下呢，对不起，然后 UFO 里面出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从里面弹出来。这个弹出来呢，对这个幽灵飞机呢俯冲而来啊。这个时候，这个飞行员就紧张了，马上要发射飞弹，可是发射系统全部失灵，没有办法。但是注意到啊，前面那个是已经它没有开火，但是发动机失效。这是它有开火，但是开火的火控系统失效，但是发动机是好的，马上拉一个圆弧往下俯冲走了。对不起，我不跟你玩了。那这个时候 UFO 呢就绕着它，对着它绕一圈，那个小东西又合而为一，然后这个物体呢就飞走了啊。我们下面看这段影片啊，看这段影片。好，这个是飞行的这个安管人员看到，一个物体看到一个圆柱体啊，注意到那个红点，注意到为什么这个红点绕了它在转。做什么事不知道啊，绕了它来转，而且这个在飞行的过程中间哈，它看的像一个这个海星一样，它两边有个翅膀，
然后看到这个光点啊会掉，这个就是塔台告诉这个伊朗的空军副总司令，伊朗的空军助理副总司令，他马上派这个德黑兰在右边，马上空军基地哈门幽灵飞机起飞去追逐这一个奇怪的物体追逐起来，这个就是他的飞行员现场告诉他，他说我飞我应离地大概这个46公里跟他相距46公里，他这个亮点一直看，他就是追不上。注意到幽灵飞机可以产生2倍音速，他用2马赫的速度追不到，没有办法了，他只有返回了，他就回头了等到他一回头的时候，对不起，这个东西在跟他玩，你追不到我，对不对？你一回头，他跑来追你他跑过来了，看他从后方追过来，一追过来的时候呢，对不起，他很多功能都是要注意到，全部武装系统很多，他最靠近他的时候，所有武装系统全部失效，然后他落到地面，所以他通知第2架飞机再去追逐。那第2架飞机追逐也是一样，看到他以后，准备发射武器系统。发射武器系统的时候呢，它有个东西会从里面出来，一个黄色追逐然后看到他在绕这个里面这个是他重放了追逐。后来我刚刚讲，他就回头有个东西掉出来因为这个影片没有详述。我现在这个影片他在安管人员看到的时候，附近有4架有好几架，不知道是不是4架民航飞机，所有的机器都发生 false alarm， 哔哔哔哔哔哔就是 emergency 的重要的，还有说机器故障的讯息，但是后来都没事。然后这个幽灵式飞机在它接近的时候，同样也产生相同的信号。这个民航机还有老百姓都看到。那么基本上来讲一开始是老百姓看到，通知塔台那个时候雷达刚好坏掉，用双孔的望远镜看到这个物体，发现不行，我雷达看不到，马上通知当时空军的助理副总司令，然后马上派幽灵飞机上去，带着雷达上去看，结果看到就出现怪异的现象。这个里面有一点最后有一点就是这个物体它丢了一个东西下来，这个东西下来对着第2架的幽灵飞机要开火结果开火的时候呢，所有东西失灵。然后这个物体呢继续往下掉因为飞机已经飞回去了嘛，它回到那个母体以后又继续往下掉，最后是掉下来发光。根据那这段资料没有公开，听说这一团光球掉到地面上一个房子，产生极大的 radiation 辐射线，这个辐射线有产生伤害的效果但是这一段就所有资料到现在还没有解密这个是这一件事情。好，那么讲完这件事情，我们再看1991年沙漠风暴 Desert Storm。这个沙漠风暴大家知道是美国的各种高科技的武器通通用在现场，所有的这个爱国者飞弹所有的这个战斧飞弹通通在里面，等于是一个武器实验室。好，这个时候有这个消息，美国的 F-16在沙烏地阿拉伯的上空击落了 UFO。那这个目击者是一个俄罗斯的高级军官，有名有姓，葛雷格尔·彼得罗夫克目睹那么时间是1991年的1月份。这个是当时这个实景画下来的，真的假的不知道。在这个 UFO Insight 这个网站上，就非常详细的描述，大家有兴趣可以看这个网站我不在里面详述在这个2000年的8月20号登在这个 UFO Insight 这个网站上面。他说这个 F-16在沙漠风暴期间，我后面有注明，1990年的8月2号到1991年的2月28号，那么某一段时间沙烏地的上空有 UFO 跟 F-16开火，有5个国家试图掩盖这次的遭遇。这5个国家，俄罗斯然后当然沙烏地、美国还有3个其他的国家。那么这个俄国的他就说了，我不知道所有的细节，但是我敢肯定，如果这个问题被公布出来，震撼世界。但是对不起，2000年8月20号 UFO Insight 已经登出来了在1月份第一次海湾事件里面就出现了。
有4架 F-16的飞机向巴格达前进。那么这个时候呢，突然地面雷达说这个有一架不明飞行物体呢在附近出现，所以其中一架 F-16就脱离编队，专门去追逐这个不明飞行物。然后这个不明飞行物呢开始向西南移动啊，要躲开 F-16，但是呢，美国飞行员继续追到大概在4.8公里的范围左内的这时间呢，这个 UFO 开始向这个 F-16开始开火了啊，怎么开火不知道，但是呢 F-16没有打到 F-16，紧接着 F-16就发射了2枚导弹，这2个导弹通通都打到这个 UFO 上，结果发生了惊人的爆炸，最后这个 UFO 就坠到地上，第一个赶到现场的是谁？是俄罗斯啊，是俄罗斯啊。当美国人调查人员到达的时候呢，这个俄罗斯这个目击者，这个俄国的这个军人就说，他和他的团队立刻被命令要离开该地，而且同时马上飞回利雅得。他说：“我认为有些事情是美方不希望我们看到的东西，一个圆形的飞艇啊，也没有侥幸者，就是没有存活的，而且这个东西的这个形成是很奇怪的东西组成的。”然后这个彼得罗夫科夫说：“他说他的团队在这个沙烏地的人跟美国人偷拍了照片，但是事后呢，第2天被强迫要缴回啊，紧接着呢，美国陆军就把这些碎片同时收集走，同时运回美国啊，这是他讲的事情啊。然后他说呢，当时他目击这个萨拉特的首都在利雅得东北方250英里的时候呢，第一批专家到达现场。那美国人绝对不承认是他们击落的，但是碎片来自哪里他也不知道。那么他跟这个沙烏地人呢就非常感到恐惧啊，所以注意还有英国跟法国都在调查现场，都到了现场。但是呢，这个上校说当时他正在利雅得探访，所以他得到第一手消息，马上就过来看，他已经看到这个残骸。这个残骸呢是圆形的啊，他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个材料是用什么东西做成，但是有1/3啊。这个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被这个 F-16的飞弹打掉？不知道。所以说呢，这个沙烏地现场的人说，你不能碰任何东西啊。接着他说，这个机械跟他的这个仪表板，所有东西上面有一种语言，但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他说，显然这个东西很小，所以表示说操作的人身高不会超过0.91公尺，大概3英尺左右啊。然后最后呢，没有尸体，而且找不到引擎。那仪表板上呢，有一些小小的语言，但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啊。相对来讲非常的小，有3把椅子啊，可能是这个机组人员准备的，因为太小，好像是为孩子做的儿童玩具一样。显然说这个外星人如果有的话，那只有3英尺这么高。那最难忘记的时候就是他的红字坠落现场没有尸体。而且也没有引擎，所以相对来讲是一个较小的飞船。这个飞船很可能这个尸体炸掉了，很可能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无人操作的外星飞船啊。好，这个事情就结束。那么我们看第2段影片啊，第二段影片跟第3段影片好不好？第3段，第2段这是智利啊。这是智利的海军军方拍的啊，2014年这个拍的时候呢，他发现2014年有一个物体很遥远，他拍到的是这个物体先脱离以后，他慢慢再给他抓到，这是一个直升机，智利的直升机拍到这个影片，呢，在接近 Santiago 的地方呢，这个东西是以等速的方式来向前走。往前走，等速的情况往前走，然后往前走，它左边是它的时间啊，然后但是这个空中地面管制的人员呢，雷达也检测到啊，智利的直升机也检测到，所以智利的直升机拍下这段影片，而且等一下他看喷出东西来了啊，喷出什么东西不知道啊，然后东西撒完了以后走掉了啊，那撒了什么东西不知道。将近10分钟啊，然后这个东西就消失不见啊，那这滩东西对地面有没有造成影响？不知道啊。这2014年的智利啊，是不是什么撒一下什么瘟疫啊，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啊，所以拍了这部影片。好，
我们紧接着看下一部影片。好，这个就是沙漠风暴在沙烏地上空的一些UFO 啊，注意到这是其中一个 UFO 啊，它在绕的时候，它有这个中间还有一圈在绕，中间注意到中间在旋转，中间在旋转，而且有亮光，同时在旋转的过程中间呢，这个不明飞行物体前后在移动，前后移动。那移动的过程我们不知道，然后这个影片照得非常的不太清楚啊，非常不太清楚，但可以看到它前进的方向，以及它中间有一块发亮的东西在持续变化。这个就是在上空啊拍到的啊，看到东西一直往下掉，而且掉的速度中间颜色的变化，两端是发亮，中间有一点红光，慢慢往下掉，而且掉的速度呢不是很快。然后掉到树丛下，好就没有了。好，这个影片再经过特殊处理的放大，再播一次啊，但是不一样，看到没有？啊，看到东西在变化，中间是橘色的，然后旁边是有一团雾气一样的东西，然后有一个中间的亮点啊，那个亮点跟下方的亮点逐渐的重合，然后突然又没有了，然后东西变成一个，然后快速的下走啊。然后又开始重合，又变成一个又分开重合分开不知道在做什么东西显然不是陨石因为速度太慢好像一个等速在往下走好，然后走到后面你看，注意持续看它两个光点的变化。好，可以了，这步可以了。在下面呢是2004年的3月5号，墨西哥的空军在坎佩切州南部上空，2004年3月5号看到了一个飞行物体。然后这一段东西呢，在2004年的5月10号，墨西哥空军向媒体公布那么公布的情况如影片，我们先看。2004年5月11号，墨西哥空军看到了。好，你可以看到两个光点，对不对？紧接着两个光点变成4个光点，注意下面有多两个光点下面都两个光点，紧接着旁边再出现，然后这光点在移动移动，然后旁边等下通过这个云层的时候呢注意到都是等速在走，紧接着左边又出现2个、3个也通过云层，好像同一个方向由左向右走紧接着又有看到是一串，好像一个飞碟舰队一串再过来后面又出现了，看到没有远方又出现一个也是慢慢在走，而且这个闪光看到没有？闪光下面比较亮，中间下闪光又变化了然后一团更亮的，这是在墨西哥5月份公布的一份墨西哥空军拍到的影片，显然是一连串看到没有，在云层里面走，一连串在云层里面走，很明显3个、4个、5个、6个紧接着一连串的进来，到了云层又不见了，这边又出现，看到1、2、3、4、5、6、7，有7个前面一个小的，后面6个大的后面再又有一个，然后持续的闪烁，稳定的闪烁而且是一团光，并没有什么中间亮，后面又一串，看到没有？所以这是一个不明飞行物的舰队，持续的在经过这个地方被墨西哥的这个军队拍到。那么这个没有任何的解释，也没有任何的说明，人事实地物只告诉你在哪里发生然后透过这个影片好，这个就是在这个当时的 San Diego 的报纸，因为墨西哥嘛，在这个美国的在 San Diego 的南面嘛，所以当时 San Diego 的这个报纸就特别这个照这张照片，然后它标题是 Government needs to be honest about
existence of UFOs， 就是说你政府啊要对 UFO 的存在啊，你要诚实以对啊，要诚实以对啊。那影片啊看到，最后我就回到2004年11月10号尼米兹航空母舰事件，也就是连续我上次讲的，在San Clemente岛的旁边做飞行演练。注意，我这个英文字特别留在上面，大家可以去用英文去查这个 San Clemente 这个岛 ，CLEMENTE 这个岛，用英文进去查，你可以查到很多东西。这个岛附近，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悬疑。那美国有一批人一直认为，在洛杉矶的外海，在 San Clemente 这个岛的附近海域下面有一个很大的 UFO 的基地，而且从 Google 上可以看到下面有很多柱子一样的东西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详述。这个我的英文字叫做 Tic Tac， 叫 Tic Tac。2004年的11月10号 ，Tic Tac 就是飞行员啊。这个可以有机会找个专题。这是个 Flavel， 这是一个这是退休的这个飞行员看到这个物体，一个海洋翻滚的大型水下物体啊，突然冲上来40英尺，叫 Tic Tac， 悬停在50英尺的海面上，被他抓到啊。然后紧接着，它围绕的这个不明物体呢，好像一个拉链式，啪这样打开来，然后他观察啊，用 F-18的高端的红外线雷射追踪仪看到它，而且登上了报纸啊，登上了影片，然后美国没有办法，不得不公开。这个红字 Tic Tac 就是美国飞行员对它的一个解释。这是另外一个飞行员，就是 Charter Underwood 安德伍德，利用大黄蜂号拍到了一个影片。这有3部影片，这影片每部我都放过。这次我再把最近公开的这部影片，美国在去年年底也承认，美国海军承认这个是我们拍的，而且这个确实是 UFO。以前美国军方都不承认，以前是追逐到不明飞行物体，人追不到，所以失事。这一次人不但可以抓到这个物体，而且用感测器可以拍到这个物体，而且可以用雷达锁到这个物体啊。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我们看，现在这个就是 Intelligence 这个报纸啊，在2019年12月份说美国的海军飞行员他拍下了这个不明飞行物体，它叫 Tic Tac， 然后他说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现有的 normal law 物理定律可以办到的这种技术啊，是我违反所有的物理定律啊。那么这张照片就是他在水面抓到的照片。我们现在看这段影片，再看一次。好，注意到注意到这个光点跟我前面放影片的光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会由黑变白，代表它热度不同，它呈现到的形状不同你看现在这是锁到，全部锁到然后这个变成黑色，表示它热度感度不一样，它现在锁到，对不对？锁到，它等下又会变成白色锁到以后一直持续的锁到，注意到你美国现在的高科技的尖端武器系统，只要你一旦锁到，我火控雷达武器系统就对着你，我就可以攻击。所以这是以往所没有的这是以往美国军方所没有的。他现在公布证明，看到变白了现在锁到，对不对？脱锁再抓到，对不对？再抓到，然后紧接着他会再脱锁表示他再又抓到，等下他又抓到，看到没有？所以表示美国的技术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这是以往所没有的。这几十年来，所以美国这段影片公布出来虽然不是美国军方愿意公布的，但是公布出来是不是有若干的蹊跷，告诉你说我已经能够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好，最后我用这句话来做结尾。接触已经开始，压力已经形成，透过仪器的观测与记录，下一步已经踏出。这下一步是什么呢？我们有待下次分享。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